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花学姐。我先问你一个很日常的问题，你最近刷短影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很多影片其实都长得很像，不是内容一样，而是节奏很像，画面很像。每次出门前都觉得自己好普通，看起来超没气色。直到我用了这支 YSL 小黑条，高级的丝绒质地，氛围感瞬间拉满。姐妹们，约会必备，赶紧冲！你明明知道这类影片呢，你已经看过了很多次，但是呢，手还是会停下来看完这个影片。有时候你甚至会想，这支影片我是不是之前已经看过了？但是再看一下又会发现，不对，产品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其实现在呢，真的是有人在做一件事，他不是呢每次都重新去想影片的点子，而是直接拿一支已经爆火的影片，照着它原本会红的节奏，换成新的产品，自己的产品，然后重新拍一支新的影片。我最近呢就在测这种做法，用的工具呢叫 TalkView， 里面有一个功能叫 Video Agent 视频代理。它在做的事情呢很单纯，你不用先去想脚本，也不用自己去拆镜头，你只要给它两样东西，一个呢是你要展示自己的产品，不管是一张图还是好几个商品，另一个呢是一支你自己说到过也会停下来看的爆火影片，不管是食品的还是美妆的、穿搭的都 OK。 TalkView 这个代理 agent 呢，它不是把那支影片复制一份，也不是套一个固定的模板，它是先去看那支爆火的影片为什么会让人看完，然后呢用同一套节奏、同一套逻辑帮你把你给的产品呢重新拍成一支新的影片。所以你最后看到的会是一支有爆火潜力的新影片。那今天我没有选那种怎样拍都安全的内容，我选了3种平常你一定说过，而且呢如果一翻车就会很明显的影片类型，直接实测 TalkView 的这个 agent 功能给你看。相信我的很多粉丝对这个 TalkView 的主页面呢都非常熟悉，因为他们已经正在用它来赚钱了。之前在10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做过一期测评，它的是这个产品数字人的一个测评，它是可以根据你提供的产品图片，然后帮你创建一个有虚拟人跟产品互动介绍的一个口播影片。像我的那期实测影片里面呢，就实测了让数字人吃一个汉堡，这个汉堡呢是我自己的产品图片，还有就是有一个大的产品，也就是沙发，然后我躺在沙发上面，用一些口播的脚本，然后向观众推荐这款沙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10月份的那期影片。那今天呢，我就详细介绍的是这个新的功能，叫做视频代理，也就是 Video Agent。刚刚开头我就总结了这个功能它能做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帮你的产品重现爆款视频，只需要你提供一个产品图片，然后再加一个爆火的影片，它就会提取爆火影片的逻辑，帮你的产品拍一个新的爆火影片。直接点开这个功能，开始给我的产品呢重新创建一个爆火的影片。我需要提供的就是产品的图片或者产品的 link， 然后呢还需要提供一个参考的影片。支援参考影片的最长时长呢是60秒，这是一个烤炉烘焙蛋糕的影片，给大家看一下。看完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我就说到过这种影片，东西被送进了烤箱，慢慢的烤，慢慢的上色，最后呢出炉，手压一压，整个回弹的感觉，你明明不饿，还是会看完。我就是想用这个影片作为参考，但是我的产品呢并不是这个蛋糕，我要给它换一个产品。点击添加产品图片，可以看到呢它是支援你添加各种角度的你这个产品的图片，来保证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我只有一张产品的图片也没有关系，像是我的这张图片呢就是烤肉，上面还有很多配菜，如果你有这个产品的其他角度的照片呢，同样可以上传过来。另外它还支援提供产品图片的 link，
可以是 Amazon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的一个产品连接，大家都可以复制过来。你也可以给你的产品呢添加一些描述，也方便它制作成影片，但是呢不填也是 OK 的。那我就点击应用，它这里呢有一个默认的提示词，就是为我的产品创建一个广告的影片，去替换掉这个影片里面的产品内容。OK， 直接点击生成。它这里呢首先就会问我们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关于我们的产品，还有我们对影片有什么需求，产品的名称、产品的图片，还有我们的目标国家。那我就非常简单的叫它烤肉。然后呢，图片这里，因为我刚刚呢只提供了一张图片，我感觉参考影片的内容呢是从食物未熟到熟的一个过程的展示，所以我这里呢又提供了一张烤肉还没有熟的一个状态图。像这里跟这里的肉质的对比呢，这里就还没有熟的比较鲜艳的颜色，还有蔬菜的颜色都比较深，和这个玉米的颜色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和这里的影片脚本语言对应上就 OK 了，那我就选中文。但是呢，因为我这个参考影片它是没有口播脚本的，也就是不会一边录制画面，然后一边有个旁白在这里介绍你的产品啊什么的，那我也选择没有脚本。大家也别急，生成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测试一个有中文脚本的。OK， 然后呢就是影片的尺寸9:16，然后影片的时长和它的品质可以是15秒的，也可以是20秒的。那我选一个15秒的，然后呢是一个高品质，然后点击确认。它分析完参考影片的脚本之后呢，它就会给我一个我这个烤肉影片的一个影片脚本。可以看到镜头1、镜头2、镜头3，一共是6个镜头，总共是15秒的一个影片。首先开头就是一些爆火影片的通信了，就会给到观众一个成果的展示，比如这里就这么描写的一个视觉描述了，一盘混合着肉类还有蔬菜的，正在一个现代化干净的烤箱里面烘烤着。然后镜头2就是一个俯拍的镜头，展示了双手将生肉和蔬菜摆放在烤盘里面，从调味开始给观众展示整个烤肉烤制的过程。可以看到这里的镜头脚本这里呢都是写的没有，因为我是选择了没有脚本口播没有旁白的。镜头3特写镜头了，展示牛肉块在烤箱里面滋滋作响，并且呢逐渐变色的过程。说实话，这个展示的视觉效果我觉得非常棒，起码它理解了生肉到熟肉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开始滋滋作响，并且呢有一个变色。然后镜头4有一个插叙的表达，一只手将油均匀的涂抹在准备好的食材托盘上。再到整个影片画面呢，开始展示烤箱的门，上面呢有一个数字的计时器正在倒计时，给观众一个暗示，你要等待这个结果的出现，所以你不要走开。所以很多这些爆火视频呢，都是这么给我们说完看完的。如果不是 TopView 帮我提取这些视觉的表达描述出来，其实我也不是很看得懂这些爆火视频到底为什么会火的。最后镜头呢，就是烹饪菜品被盛上了桌子，然后呢有一个钳子夹起了一块肉，同样都是没有对白的。 OK， 我觉得这个故事脚本非常不错，那我就点击一下这里，告诉他 OK， 按照这个来生成影片。 OK， 已经做好了，来看看它是怎么烤制肉类的。老实说，我用食物这种东西来做烹饪过程感的 AI 影片，真的是很难骗到观众的。人脸呢，你还可以说是滤镜啊、角度啊、光线，对不对？但是食物是不行的，好不好吃，看上去真不真，一眼就可以知道了。比如我用的烤肉产品，最怕的呢不是画面模糊，而是从生肉到烤熟的过程演绎，还有那种油脂感，对不对？太亮呢会像素
塑胶，太暗呢又会像是生的。所以呢，我看这个影片的第一眼，我就盯着它的表面来看，那个油光不是平均一片亮，而是有深有浅，看起来呢真的像是经过了烤制。如果你常常看烤肉影片的话，你会知道这已经很真了。老实讲，它并不是完美的这个影片，但是呢，它给我的感觉是我会去相信。如果今天这支影片混在短影音里，你不会第一时间呢怀疑它是真还是假，它已经不只是把画面做好看了，而是在模拟一种大家习惯看到的逻辑过程。这次呢 TalkView 的更新呢是真的挺厉害的。如果不满意的话呢，可以让它重新帮你生成，当然也可以直接在这里跟它讲你的需求。还有一种影片我特别想测试的也就是你每天呢都一定会刷到的一个类型，美妆类，尤其呢是素颜到上妆的一个对比影片。这种影片会红，从来呢可能都不是因为它化妆的技巧，而是因为有一个差距感，前后的差别很大，你就会很想要看完。我用的是素颜化妆对比的参考影片，再加上一张口红的产品图。我想让 TalkView 帮我重拍一支新的来推荐这个口红产品。之前呢，我是在这里进入视频代理这个功能的，但是呢，你直接在首页的这个地方呢，也同样可以生成影片。还有左侧这里的 AI 影片助理，如果你想要看之前生成的一些项目的话，可以点开这里。比如我前面做的烤肉，点一下这里呢，它就会打开我刚刚做好烤肉的那个文件项目。大家随时呢也可以进去再做一个修改。OK， 点生成，同样是确定一下产品的信息，还有我对影片的需求。这次就试一下，让它有一个中文的口播脚本。产品的卖点还有产品的使用对象呢，我这里全部都勾上了。可以看到在产品名称这里，它已经识别出来了我的产品图 YSL 的一个口红。我这里呢就只给了一张图，我想让它自由发挥，比如说它会不会把口红打开呀，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个涂口红的动作，等一下看它生成的结果怎么样。 OK， 点击确认，让它去分析我的产品图片，然后呢带入到参考影片里面的影片逻辑，帮我重新拍一集，来看一下它分析出来的镜头脚本是怎么样的。这类影片开始的镜头呢，就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呢，在随意的环境里面不安地看向了镜头，看上去呢相貌平平，也就是她是一个素颜的状态。这里呢还有一个口播的脚本，每次出门前都觉得自己好普通，看起来超没气色的，非常跟口红贴近。然后再来看一下镜头2，它是一个特写的镜头，它展示了一个口红的开启过程，还有呢涂抹在它唇上。这里的对白呢就是直到我用了这支 YSL 的小黑条。那镜头3呢就是一个视觉描述是这样的，经过改造之后，这位女士呢自信的在一间时尚的浴室里面对着镜子自拍，展现出了她的妆容，就是我参考影片里面的一个视频逻辑。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镜头，画面是这样的，她拿着口红对着镜头眨了眨眼睛。视频最后呢还以产品的特写镜头作为结束，当然呢也有这个对白，姐妹们约会必备，赶紧冲啊。 OK， 我还蛮期待的，点击确认，让它生成影片。在这个页面呢，也可以新建项目，同时进行下一个影片的创作。当然呢，也可以点开历史记录，就像刚刚前面说到的，比如烤肉，可以点一下这里就进入到烤肉这个项目。那我们还是停留在这里。OK， 因为我的产品图呢就提供了一张非常简单的外包装的图片，所以呢我还是有点担心的。来，一起看看它表现怎么样。每次出门前都觉得自己好普通，看起来超没气色。直到我用了这支 YSL 小黑条，高级的丝绒质地，氛围感瞬间拉满。姐妹们，约会必备，赶紧冲！
我最在意的一件事呢，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转折瞬间有没有出来。因为呢，如果前后差距不够的话，观众心里呢只会冒出一句话，好像也还好吧。这个生成结果我是相当满意的。我第一个看的呢，不是整张脸，是嘴唇，颜色有没有真的跳出来，是不是敢给近景，是不是一眼呢就看得懂差在哪里。就是他的一开始很邋遢的形象，跟后面穿好了衣服化上妆的感觉差距很大。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他很清楚这支影片在卖什么，不是在卖化妆的技巧，而是在卖因为这支口红所以有了一个瞬间的改变这个效果。前半段偏平偏素，后半段的颜色直接就出来了，甚至模特服装呢都上了一个档次。这是一整个整体呢在变得更加亮眼，那个节奏呢是对的。如果你问我这支影片能不能拿去卖口红，我会说可以。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就算你不是卖产品的，这支影片本身也成立，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一支日常的 vlog 影片，你会愿意把它去看完。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了。 Top View 呢不是在帮你想创意，而是在帮你复制一个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节奏。你甚至可以在确定影片镜头表现的时候，套用上你自己的广告词。哪些镜头你不想要的话，就直接让它剪掉，加上你自己设计的也 OK。最难的要来了，先点开新增一个项目。我认为最难的其实就是穿搭类的影片，而且是那种一件一件穿上去，到最后呢，模特会有一个完整搭配展示衣服的效果。我自己呢，其实很喜欢看这种的，因为它不是瞬间的变化，而是慢慢累积。你会发现一直想要看到最后，你会想知道他下一件会穿什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把这个逐渐穿搭的一个影片呢作为参考影片，然后再加上我的产品服装。那我这边呢就提供了一个正面图、侧面图，还有一个背面的图，衣服、裙子，还有包包，还有袜子和鞋子都有，然后把这些全部交给 Top View。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这样的服装产品图里面它不能要有真人的样子，大家呢可以把真人的样子呢抠出来，或者呢我会留到影片的最后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做本来有真人穿着服装的图片，让它变成了单独只有服装的图片。其实前面的烤肉图片我也是在网络上搜的，那我搜到的只有一个烤肉完全烤好的样子，那我也是用了这张图来制作它没有烤熟在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我就会留到影片的后面告诉大家怎么做出来。再提一下，因为我想要制作的这个参考影片的类型呢，它是没有任何脚本、口播、旁白之类的，所以我在语言这里呢，也是让它不要有口播旁白。来看看它的镜头设计跟我参考影片里面的一不一样。首先第一个镜头呢，就是身着朴素服装的年轻女子对着镜子审视自己，脸上呢带着不满的表情。 OK， 没有问题，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跟后面。然后镜头2呢，他猛地拍了一下手，然后屏幕上随即闪过一道神奇的光效，然后光线变弱，他的身上呢已经穿了全套的时尚服装，而且呢摆出了自信的姿势。特写的镜头呢从背心向下缓缓移动到褶皱的裙子，展示了这套服装的质地。镜头5的视觉画面是他转了一圈，从各个角度展示了整个造型。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他朝摄像机走去，调皮的眨了眨眼睛，最后呢以一个自信的姿势结束这个影片。OK， 是没有旁白脚本的，但是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应该暂时是做不到一件一件的去换上我要求的服装。那我们就先按他的这个镜头脚本来看看它生成的效果怎么样，确认一下脚本，让它去生成影片。像我之前提到的，这是最难的了，我也觉得我正在刁难 Top View 了。来看一下它的表现怎么样。
OK， 他给我的版本是，先是女生对着镜子觉得自己很普通，啪的一下呢，魔法光效出现了，下一秒整套穿好，直接变身完成，并不是一件一件穿上去，一针一针出现，最后再来一个完整搭配的定镜。坦白讲，我不是觉得他乱来，而是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Top View Video Agent 呢，他现在理解的爆火影片，不是教你怎么穿，而是怎么卖这套穿搭。它自动套用的是一个非常标准、非常短影音的结构，问题变身，然后展示卖点。对 AI 来说呢，一件一件穿上不是重点，最后那一套看起来够不够想买才是重点。所以如果你今天的目的是我要拍穿搭的教学，我要拍细节的讲解解说，我要教观众怎么去搭配，那我会老实说，这一类影片现在还不太适合丢给 Top View 帮你完成。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卖衣服、卖整套 look、卖氛围、卖感觉，那它刚刚那个1秒变身的版本呢，反而是短影音平台会推的那一种。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会刻意选3种完全不同的案例来测。食物那一段我在看的是它能不能撑住真实感，美妆那里呢，我在看的是它能不能捉住前后差距，穿搭这边呢，我在看的是它会不会理解过程。最后的结论呢，其实很清楚了。Top View Video Agent 呢，现在最擅长的不是把一件事情拆得很细，而是把一个已经被验证会有效的影片结构快速套用到新的产品上面。它不是帮你变成创意天才，而是帮你省掉一直试错的时间。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观众，你可能只会觉得最近收到的影片怎么都长得有点像，但如果你是有在做内容、卖东西、接合作，你会很清楚，这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不是每一支影片呢都需要从零开始的，而是先选一个已经被市场证明有效的版本，然后再换成你自己的产品。如果你本来呢就很好奇那些你每天说到看起来很熟悉的影片到底是怎么被重做出来的，那你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了。链接呢我就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如果这期对你有帮助，帮我按个赞、订阅、开小铃铛。我们呢下支影片再见，拜拜。影片的结尾也给大家一些小 tip。这集用到的所有图片呢，都不是我实际产生的，都是 AI 帮我做出来的。像是这一张呢，烤肉还有这些蔬菜呢，都已经烤熟了，我就让 ChatGPT 5.2 这边呢，就帮我生成一张附件烤肉未熟的状态图片。OK， 它就给了我下面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到肉质的对比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个呢就是生肉的状态，但是我又觉得玉米啊、蔬菜这些还是烤熟的状态，所以我就继续告诉他，我觉得玉米像熟了，玉米蔬菜也要未熟的状态。然后最终呢，我就有了这样一张图片。全部的蔬菜还有肉类呢都是已经调味，但是还没有烤熟的状态，那我就可以用它来做整个过程，从烤制之前的调味到烤熟之后的图片一个效果的对比了。其实呢，这一张图本来是有真人在的，像有脸啊、有手部还有腿部这些，我直接让他帮我把真人去掉，只留下整套服装造型搭配。他先给了我一张这个，但是他的手和腿部呢没有帮我去掉，我就让他帮我去掉了，就得到了一张虽然说是比较诡异的图片，但是呢它符合了我没有侵犯所有真人肖像权的一个要求。像是现在很多 AI 影片的一个工具呢，它都会限制你上传一些包含真人头像，就算你把头直接裁剪掉，但是呢留下了手和腿部，它都是不 OK 的。那我就用了这样子的方法去创建了，而且我感觉效果还不错。